各位社群，欢迎来到 Cookie 讲。那么这一期是一期自杀的内容，应该是没什么流量。欢迎杨流教练。大家好，我是杨龙教练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内容，就是马来西亚跟台湾潜水有什么不一样。一个没有去过台湾潜水的潜水员，跟一个没有去过马来西亚潜水的潜水员，我觉得这个内容应该会蛮精彩的。身为一个没有去过台湾潜水的人，我的理解就是台湾有绿岛、兰屿、东北角、垦丁、小琉球，还有澎湖。台湾就是6大潜场嘛，那东北角就其实泛指东北角国家公园，但是整个北部到宜兰这一段都算是东北角。那像那个什么龙洞，最有名就龙洞嘛。对，龙洞是东北角其中一个嘛。然后贡寮啊，贡寮可以潜水吗？贡寮可以潜水。对，他们还有一个叫教堂，就是合适的那个圣堂啊，圣堂去过吗？去过啊。那听说蛮不错的。它其实是合适的出水口，然后它非常的浅，它这个退潮的时候，顶部到水面应该只有3米左右。怪不得这么多自由潜的人去。对，所以但是后来它被封起来，去年被封起来，因为太多自由潜水的人想要进去里面，其实蛮危险的。是没错，但是台湾人就是喜欢拍照，所以后来台电就决定把它封起来。真的很不明白，台湾人真的很喜欢拍照。自由潜一大堆团都是去拍照，去科隆也拍照，他妈去科隆也能拍照，怎么了吗？科隆不能拍照？去科隆自由潜，这个自由潜水的那个海水的浑浊度跟很坚持，一定要留下自己的照片，可以修正自己的姿态之类的吧。据我的了解，从疫情开始，台湾的自由潜的人数突然暴增，水费人数也暴增啊，水费也暴增，对，都不能出去嘛，但台湾可以玩啊，所以就变成说大家去山边或海边这样子。那自由潜现在人多吗？还是很多啊，不过有慢慢趋缓的啦。因为其实自由潜不容易。是啊，因为自由潜是一个，对于我来讲，自由潜是一个极限运动，就自我挑战。可是我看到台湾很多是自由潜是为了拍照。因为拍照最漂亮的地方大概就是在3到7米的位置，10米以上，10米以上啊。那其实大家受过一点训练，应该是都可以下到这个深度，所以大家会觉得这样深度就够了，这样子。就是拍这个照代表什么？代表他展现自我生活的风格。绿岛兰屿是一个点。绿岛是一个，兰屿是一个，他们都在东半边嘛，它算是台湾能见度最好的2个点。绿岛离台东大概约1个小时的船程，兰屿大概要2.5个小时，那他们都正好在黑潮的路径上面。是吗？对。哦，这样可以看到锤头鲨吗？这次你带我们去看的那个锤头鲨不会留在这里，它其实因为它是路径，所以台湾的其实地形环境比较不适合留住东西，因为东西如果要留下来的话，它就变成说它的居住地、栖息地或者它的生育的地方啊这种。那台湾的这个位置比较是他们会路过。就是搬迁徙的时候，对，所以其实绿岛有一个点叫滚水鼻，它是每年大概2月的时候是可以看到锤头鲨的，但是基本上不太会有人开这个团，因为这个地方它叫做滚水鼻嘛，就表示水下的水是很像滚水一样的，就是洗衣机流。对，就是滚。对，那这个地方对团的要求比较高，所以通常都是教练自己想去。我一直问教练，为什么我看到很多人说绿岛是世界10大潜点，你一直跟我说绿岛很好。绿岛很棒，然后我问你绿岛看什么，就是说水很清。这是它最好的地方，它水很清。第2好呢？第2好的地方就是妹子很多。看这应该是最好吧？这应该是最好吧？没有啊，绿岛的生活就是比较会接近度假岛的生活。它的第2好，妹子第3好呢？第3好有 7-Eleven， 还有全家呢。啊，现在有全家了。有全家。我有20年前去的时候只有一家 7。不然绿岛其实相较于兰屿来说还是比较好去，然后它的生活机能也稍微好一点，对，价格也很。我觉得你讲的这一点是蛮适合外国人如果要去潜水，对，因为生活机能跟方便性是蛮重要的。对，然后交通的传承也比较可以接受。兰屿超赞，我是在兰屿爱上大海的，它的海水我们就是台湾叫玻璃海，它能见度终点是40米起跳。当然还有浊的时候啊，就是可能在10月以后之类的，全世界都有可能浊的时候。对，但是它其他能见度非常好。看什么？它看非常大断层，它的这个地形就是有很多的峭壁的地形。那峭壁你就会看到从浅到深的地方，它有不同的生物的分层。那兰屿的潜水大约都是20米起跳，
所以在台湾来说，兰屿算是一个比较高级的潜点。然后当然它的交通也比较长，如果它有小飞机，可是如果你没有抢到位置的话，你就要搭船，那船程比较长。你是说台东到兰屿的小飞机？对，台东来的小飞机，15个人还是15个人？对对对。然后行李好像只能10还是15公斤。对，常常不会起飞跟取消。是，因为我没有搭过，我都搭船。反正你就上去睡一觉就对了，一下就到了。对啊，就是闭上眼睛。然后兰屿我据说2个地点一定要去，一个是什么八代湾，八代湾沉船，还有另外什么？八代湾就沉船了。八代湾就沉船。那4条沟4条沟是一个放流点，它的地形就是因为有流冲刷，所以很像有沟渠这样子。然后它最著名的是它大概40米的位置有一个很巨大的海扇，大概比我们2个手打开还要宽。对，就是很巨大一个海扇，因为没有什么人可以在那边破坏啊，所以它会生长。然后它从那边就是就在那边放流过去，然后它流强的时候会很像那个你知道被马桶冲的感觉是什么吗？你就会被吸过去，然后就被喷出来这样子。所以对进阶的潜水来说，这个地方是蛮好玩的。我有听说有人去兰屿，他就只潜这2个点，一个是潜八代湾，一个潜4条沟。八代湾是看沉船，八代湾看沉船。那船很深吗？这个船质底在38到40米，那还好，在一个沙地上面。很多朋友说去的时候不一定能出海，因为它在的位置好像风浪的关系。它位于兰屿的南端，所以如果吹南风的时候是不能出海的。4条沟跟八代湾都在兰屿的南边，想要去的话要在南风起来之后或之前。通常3到5月有是飞鱼季的时间，飞鱼季是不能下水的。如果你想要潜水，你要避开飞鱼季的时间。对，然后如果你想要潜南边的话，我的建议是大概9月之后9月10月来，比较有机会潜到南边。那也不是说之前都不能潜，但是你要看风向，它有可能会转对。小琉球有很多海龟，就这样啊，很多大家都知道啊，小琉球很多海龟啊。那个什么绿蜥龟，还有赤蜥龟，杰尼龟是其中一只龟，它在龙虾洞，但龙虾洞最近也被封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渔民不太开心，很多潜水员把车子停在渔港。他这个要讲到我们下一个话题，所以我们要快一点了。真的吗？好，小琉球的潜水是怎么样？小琉球的潜水就是完蛋了，词穷。小琉球是台湾很少见1年4季都可以潜水的地方，而且是几乎保证可以潜。可能有1-2天就是台风直冲的时候没办法出海，但是1年可能就那么几天是不能出，所以其实你去那边你能够潜水的几率是非常高的，所以我们会去那边做训练。小琉球有很多的沉船。那我有拍一支影片，就是它在三福出去有2边都有很多沉船区，但它比较深，所以我们去那边的时候会做减压计划。我知道有很多人没有减压就过去，但是我并不建议这件事情，所以大家自行斟酌。他在一个50米的船那边挂了他的那个旗子，对，挂我的旗子，没错。然后垦丁潜水，垦丁啊，天哪，我2年没有去垦丁了。垦丁其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潜点。它为什么是台湾？它应该算是台湾最早发迹商业潜水的地方，就在垦丁。因为那边有春天呐喊啊。然后它在台湾的最南端嘛，那台湾最南端其实也是洋流交汇的地方。那它这边有几个蛮著名的、非常高阶的潜点，就是说像七星岩，还有山谷流交汇，但是也很常出事。流强就有大雾可以看啊，所以它这个点其实蛮厉害的。如果看过 Manta 是不是？对，在后壁湖内，它冬天的时候有时候 Manta 会过来，1-2只，然后在那边。然后还有一个我很喜欢去的点叫中正舰，中正舰其实在车城，就是离垦丁恒春有一段距离，大概开车半小时左右，可是开船要开2个小时，最深应该有40到50，对，然后平均深度大概在30。然后它的船舱内部还蛮干净的，所以我们可以进去晃啊，找东西啊。他讲的都是技术潜水了，休闲是可以去的，只是休闲下去这个深度10几分钟就要上来。我记得最浅应该28左右就有了。它的那个船长室最上面。澎湖是我最想去的一个点。你真的想去澎湖啊？因为他们说那边的流真的很厉害，所以我是想听多厉害。流强的地方啊，其实如果真的太强，我也不会让大家下水啊，所以不要因为流强就过去挑战，因为你真的可以下水的时候，它也不会强到哪里去，不然会出事，好吗？对，这个大家要有一点，我当然是正常的流，不要有错误的期待，好不好？对啊。那其实那边的话，你讲的应该是南方四岛，应该是那里。对，因为澎湖有几个点，那马公附近的点就跟东北角非常类似，可是南方四岛的话呢，它就靠近这个海峡中间的一点的位置。那边有4个岛是国家公园，
然后呢，我们就会在这附近潜水。那这边很出名的一个是海狼风暴，啊，他们有巴拉库拉，对，那个巴拉库达火车头大只的，可是他们那只这么小只哎，没有啦，那个是小琉球啦，哦，小琉球，小 baby，那个什么金枪梭鱼之类的。哎，那边是有一个紫珊瑚一大片，对，那个很浅，大概2-3米。啊，就是自由潜天堂。可是其实澎湖到处都是紫珊瑚，所以不一定要去南方四岛才有。哦，对，那南方四岛其实我个人认为啊，大概在6月左右黑潮进来的时候会变得很清。接下来轮到马来西亚潜水了。马来西亚分东马跟西马，西马西边是不能潜的，因为它是主要的交通要道，马六甲海峡，所以是不可能有能见度的。我说几个比较重点的啦，就最北边呢叫做停泊岛 （Pulau Perhentian）， 怎么念？停泊，停止 ，stop。对 ，parking， 停泊还停泊啊，我们是中国跟台湾都可以的。好，行，要站的是不是？不要站。然后接下来就是浪中岛，拍夏日乐悠悠的地方，然后热浪岛，拍夏日么么茶的地方，然后夏日么么茶，我要你陪着我，看着那海龟水中游，慢慢的踏在沙滩上，没听过，抱歉。然后呢？不过那部电影是1999年了，有点久了。任贤齐啊，还有阿牛啊，光良啊，还有郑秀文。啊，继续。8、9、10月的时候是看金沙比较多，3、4月也看得到。所以你看金沙已经没什么兴趣了，对了。那我看过最多是2只啊，可是有人看过3只，就先看2只，然后就从底下再3只。台湾好像真的没有什么这种特别大的物种，对，都在鱼市场。然后浪中岛跟热浪岛主要是度假村为主，浪中岛只有一个度假村，然后热浪岛应该是有9个，当然热浪岛也有居民住的地方，可是一般人我们就不会去，因为那也没有潜店。热浪岛跟浪中岛最大特点就是它的沙是真的他妈的舒服，又软又白又大，还没有大，又软又白。我怀疑你在开车，但我没有证据。对，就是走在上面真的很舒服。然后它的沙呢是珊瑚沙，因为我们那边有东北季风，就是每年的11月到隔年的2月，它浪就很大，我就把它弄碎，然后重才经过几10年来这样子，所以它的沙是非常非常软的，欢迎大家来这里。可是热浪岛跟浪中岛这几年越来越贵，等一下我们在后面再讲。热浪岛因为蛮大的，所以很多人是去玩去度假，潜水员大概一天大概200位左右，就几个度假村加起来，所以不多，可是环境来讲那边很简单，我认为热浪岛是很简单的地方，当然它也有30米看金沙的地方，也有 KLCC 就是比较难的地方，然后也有那个你们叫视线雕风暴。视线底雕啊，对，黄色那个，对，然后也有很容易的，像，我就不讲潜点了，像十几米那种，太阳刚好照一大片珊瑚，拍照很漂亮那种，就什么地形岛，它是一个很简单的潜水点。然后这3个岛下来之后呢，再下来一个岛叫做天鹅岛，就是今年我拍最多影片的地方，因为那里是自潜天堂，它是一个 bay，然后那个 bay 出去之前就40米了，开船1分钟，1分钟，对你也可以踢出去，好爽，就40米了，非常非常适合自潜，而且那里是我认为西马最难的地方，因为它是峭壁，它在那里主要是看地形，它的鱼反而少，可是那里跟兰屿很像对，是吗？跟兰屿很像，那里据说是马来西亚最常看到金沙的地方，那跟兰屿不像啊，妈的，然后。那里我通常会建议大家考完 AOW 之后去，因为你会习惯看你的手表跟残压，你会游突然变20了。它是 drop off 的那种，它就是 drop 的，它是 drop 的，它不是斜的下的，不是缓坡，它就是峭壁的。对。然后还有另外一个，就是因为它那里很无聊，没有鱼，只有峭壁。如果你不会享受潜水的话，你去那里会觉得很无聊。我第一次去的时候觉得很无聊，那时候大概只有13个潜。可是后来我就越来越爱上那里，因为那边太好玩了。再往下走呢，就是刁曼岛，岛上大概有40-50家潜店吧。它是一个很大的岛，所以你去的话就是搭公共的游轮啊，上面的那些都是自己搭自己的私人的游轮，私人的艇，私人艇接送。对。
然后就是度假岛的费用都包含在里面了。啊，反正就是像有岛，就是会有接送的。对，他们每个 resort 都有自己的船。OK，然后刁曼岛就要搭公家的船，它有5个码头。如果你是在最北边的码头，你就最后一个下；最南边可能就是第一个下。然后好玩的是什么呢？他可能说10点开船嘛，他可能9点就到了，然后哔哔2声他就走了。所以10点开船就能到，然后就走了。对。我只有听过延迟的，我没有听过提早的。啊，对 ，Welcome to Tioman Malaysia。原来是这样，厉害了。所以我们通常都会提早2个小时坐在码头旁边等船。那边的潜水点是我认为整个西马东海岸最丰富的。它有钻洞的，像我们那天去的那个点，钻洞的，有沉船的，有拍 micro 的，然后有流的。放流的然后还有一个叫做 Tiger Reef， 就是水面上的流就很大了。哦，你看到 Tiger Reef 就知道了吧？就大概晓得大概什么地方了。那边是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潜水点，可是它的水呢，能见度大概都是15到20，是 OK 的。我觉得已经很好了。对，我们是觉得它，我觉得已经很好了。可是如果你潜了热浪岛再去刁曼岛就觉得不行，因为热浪岛大概是40、30。听起来怎么蛮爽的啊？很爽，我很喜欢刁曼岛。听起来蛮爽的。水费我最喜欢是刁曼岛。那好，下次这都在西马的东海岸。都在西马的东海岸。OK， 还没讲完哦。反正就这几个地方。然后马来西亚潜水，如果你上了岛，有一个绝对的硬性规定，就是不能吃猪肉，因为岛都是马来人的，马来人信奉的是伊斯兰教。刁曼吗？所有哦，所有哦，真的哦。对。然后讲完西马之后，我们再讲东马。东马最有名的就是世界10大潜点仙本那。我一直想问，仙本那跟西巴丹到底是同个地方吗 ？OK， 仙本那是恒春，西巴丹是七星岩。哦，就反正就一个是一个岛，一个是一个区。你知道为什么仙本那这么多人去吗？为什么？名字取得好。又仙，就仙本那听起来就应该很漂亮，应该很仙哦。可是实际上仙本那其实蛮肮脏的。西巴丹最有名就看3样东西嘛。他们叫什么？龙头鹰哥。龙头鹰哥，不多啦，一次大概30只到50只啊，就是一群这样子。实在是蛮不多的呢。不多，大概2米就可以看到了。然后还有那个 Barracuda， 这几年真的是比较少了。我刚开始去的时候是真的一大群在那边卷，以前就是3个潜，大概500块马币。现在3个潜要1200，不，2个潜要1200马币。对，我听说现在改成一天只能2潜。对，然后价钱 double， 抽号码还是怎么样？没有抽号码这件事情啊，它是规定一天只有应该是270位，以前是130啦，后来它就一直加人数，一天只有这些人可以去潜水。OK， 然后再分配，以前是13家潜店，现在好像又再多加了4家潜店，然后这13家就去平均分配的你的那个 permit 叫什么准证？那个许可证。然后上去的话，你要先上岛去登记，拿你的护照跟你的名字，然后给那个检察官看，这个人对，然后全部人检查完之后，给你一支旗，那支旗就代表说你可以在那边潜水，然后那支旗你潜完之后就要还回去，然后你船就不能出现在那边了。第3个看的呢是叫做捷克鱼风暴，那个捷克鱼呢现在也是变2群了。我在疫情前去了2、3次的时候，那一群啊是真的大到我进去出来跟错团。他们拍照有些人就很过分啊，会用闪光灯吓他们就突然炸开，然后就很漂亮。就是那个鱼这样冲开来的那种感觉。对。然后这3个嘛，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叫做海龟洞，海龟洞现在已经禁止没有季潜不能去了。是龟种吗？对，龟种啊。我拍过嘛，那个里面大概有20几个海龟尸体，然后里面就有一个教堂。如果你没有技术潜水的话，你只可以进到里面就要出来，因为根据 PADI AOW 的规定是，你一定要在看到有光的地方。对。只要 open water 的定义就是你抬头要看到阳光。对，最主要就这4个点。然后是因为他现在规定一天只可以2潜，所以就很尴尬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其实西巴丹是台湾人蛮想要去的一个点，不过听说疫情之后真的变很大啊。变贵了，而且现在也禁止自由潜了。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吗？我发现马来西亚真的比较精彩。马来西亚还蛮精彩的，这个没办法啊。台湾以前也是蛮精彩的啊，但是台湾以前也是下去就是龙虾满地啊，我听说的啊，就好吃嘛。对，因为台湾人真的太爱吃海鲜了，所以我像他刚刚讲的这些大东西，还没讲完，我突然想到仙本那啊，怎样？仙本那一只龙虾50块马币，380台币一只。台湾人过去
2天就没了。你们马来西亚就再也没有龙虾了，被吃光了。太多，那边太多了，那边太多了。然后那边龙虾就是很便宜啊，然后可是当地的教练很讨厌吃龙虾，嗯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身为一个教练，你稍微想一下，应该知道原因。应该知道原因，我不知道，我也不吃啦。但是因为每一批学生来都吃龙虾，哦，他一个礼拜有2批学生，那还要一直吃龙虾，对，吃到吐了。吃太多了。那边还有什么石头鱼啊、frogfish 啊、青蛙鱼啊。那边有一个地点叫做 Sea Venture， 就以前的专游台。我那边的生活我很喜欢，很多小东西很好拍。如果不拍照去那里就很无聊，因为它是 always current， 就一直都有水流，可是小的水流，所以你不踢你就会被吹走那种。然后那边有很多叫做 crocodile fish， 我前天给你看的那个，对，长得像鳄鱼的神秘的一只鱼啦。对。台湾的特色就是，好，我们这一集先到这里，因为已经拍了40几分钟了，感觉太长了吧？对，有点长。我觉得这一集蛮好玩的，对啊，可是上字幕可能会辛苦一点。加油了，加油了！对，我们下一集再和大家分享其他的东西。对 ，OK， 好，那一样老规矩，拜拜。